大家好，我是小諾。天氣熱，沒有什麼胃口，孩子放假在家也總想給他吃些好的。水餃呢，也是孩子最喜歡吃的。正好今天超市裡南瓜搞活動，特別的便宜，5毛8一斤，2塊錢買了一塊南瓜，就用南瓜包水餃吧。南瓜包水餃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？我也是第一次做，不過出鍋真的是太香了，金黃金黄的，皮薄馅大。一口一個，好吃又過癮。下面跟着視頻一起看看我是怎麼做的吧。買來的南瓜，我們先用勺子去掉瓜瓤和瓜子。瓜子我们可以洗一洗，曬乾後吃起來也是特別的香。把南瓜切成小塊，再把南瓜皮給它去掉。南瓜皮比較硬，吃起來影響口感。再改刀切成小塊，最後切成薄片。切得越薄越好，這樣更方便蒸熟。南瓜性溫味甘，對改善脾胃虛寒有一定的效果。而且南瓜中含有豐富的維生素、果膠，還可以提高新陳代謝、降糖降壓、排毒養顏。經常吃些南瓜對身體的好處還是非常多的。切好後放入盤中，然後冷水上鍋，蓋上蓋子，水開後蒸15分鐘，把南瓜蒸熟。這個時間我們準備一下餡料，先準備一盆清水，往裡面放入1勺食鹽，1勺小蘇打，用手給它攪拌化開，然後把摘乾淨的韭菜放進來，讓韭菜完全的浸泡在水中，浸泡10分鐘，這樣可以有效的去除韭菜上面的農藥殘留和蟲卵。準備一根去皮的胡蘿蔔，先切成薄片，再切絲，最後切成小碎丁，切好後放入盤中備用。韭菜這會兒也浸泡好了，用流動的清水把韭菜沖洗乾淨。洗淨後控水撈出，放在漏籃裡瀝水備用。南瓜這會兒也蒸好了，用筷子戳下南瓜，像這樣能夠輕鬆的戳透，南瓜就蒸熟了。把它取出來，倒入大碗中。用叉子壓成細膩的南瓜泥，家裡沒有叉子的也可以用擀面杖把它搗成南瓜泥。壓成這樣細膩的南瓜泥，再分次加入400克的麵粉，用筷子攪拌均勻。麵粉我們一定要分次加入，這樣可以更好的掌握麵粉的粘稠度。攪拌成面絮狀，下手揉成面團，揉成一個光滑偏軟的面團，蓋上蓋子，放在一旁鬆弛的備用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塊老豆腐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條，最後切成豆腐丁。切好後放入盤中，再打入2顆雞蛋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讓每一粒豆腐丁都能夠裹上雞蛋液。熱鍋熱油，倒入豆腐雞蛋液，用鏟子輕輕的攤平，小火慢煎，煎至底部金黃，給它翻個面。煎至2面定型後，再用鏟子將豆腐劃散，炒至豆腐粒粒分明、微黃，把它推到一旁，再將切好的胡蘿蔔放進來，把胡蘿蔔炒軟。胡蘿蔔炒一炒，胡蘿蔔中的營養能夠更好的釋放出來，更有利於吸收。然後一起翻拌均勻，翻炒1分鐘左右，關火，盛入盤中放涼備用。韭菜這會兒也瀝乾水分了，把它整理整齊放在菜板上，把韭菜的根部給它切去一刀不要，再切成韭菜末。切好後把它放到大碗中，淋上1勺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勻。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韭菜的水分，防止韭菜出水。攪拌均勻後，再放入炒好的豆腐丁、胡蘿蔔丁，再放上一把姜末提味。不喜歡吃生姜的也可以不放。接下來我們調味，往裡面加入1勺食鹽、1勺蠔油，再淋上小磨香油蒸香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勻。韭菜本身就非常的鮮美，我們在調味的時候不要放過多的調味品，只放食鹽和蠔油就可以了，這樣才可以保持這個餡料原有的鮮香口感。攪拌均勻，我們的餡料就調好了。
這會兒我們的面团也醒好了，醒好的面不用揉，在面板上撒上點乾面粉防粘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從中間切開，1分為2，取一份直接搓成長條，搓成這樣的長條，再切成大小相等的面劑。切面劑的時候，我們這樣給它轉着下的切，這樣切出的面劑方便整理成圓形。在面劑上撒點乾面粉防粘，搓一搓，讓面劑的切口全部沾上乾面粉。把小面劑整理一下，直接按扁，這樣按出來的小面餅非常的圓。取一個按好的面劑，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、四周薄的饺子皮儿。一個人包饺子，饺子皮不要擀得太多了，擀得太多了容易粘在一起。擀10来個饺子皮，我們就開始包饺子。取一張擀好的饺子皮，放上調好的餡料，用勺子按壓一下，這樣餡料能夠裝得多一些。皮薄餡多，這樣的餃子才會更香更好吃。餡料一定要多放一些，再用自己喜歡的方法把它包起来。我包的是月牙形饺子，這也是我们這邊一個傳統的包法。這樣一個餃子就包好了。全部包好後，我們開始煮餃子。鍋中水燒開，往裡面加入1勺食鹽，用勺子攪拌化開。加入食鹽，我們在煮餃子的時候，饺子皮更加的筋道，而且饺子也不容易粘鍋，不容易破皮。然後下入饺子，再沿着鍋邊輕輕的推動，讓餃子轉起來，這樣可以防止餃子粘連在一起。水開後，往裡面打入1舀涼水，再輕輕的推動均勻。素餡餃子我們打1次涼水就可以了。煮至餃子飄在水面上，個個鼓鼓的，像這樣我們的餃子就煮熟了。用漏勺把餃子控水撈出，裝入盤中，端上桌就可以給家人們美美的享用啦。這樣包的餃子，餃子皮金黃金黃，而且還有淡淡的南瓜香味兒。咬上一口，皮子柔軟筋道，餡料特別的鮮香。再蘸上自己喜歡的料汁，一口一個，真的是太過癮了。雖然沒有放肉，但是吃起來比肉的還要好吃，清淡鮮香，營養又美味。如果你喜歡，就收藏起來試試吧。喜歡我的視頻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，點我頭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視頻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